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冬天这个时候就应该吃一些红色的食物来滋补一下身体。那么说到红色的食物，大家肯定会想到红枣、枸杞等等。其实除了这些我们经常吃到的食物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豆。红豆是一种非常美味又营养的食材，不仅可以熬成美味的红豆汤，其实红豆还可以做成各种美食。今天小颖给大家分享一个红豆新吃法，非常适合这个时节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还会拉丝，每吃一口糯叽叽的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做法也非常简单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了吧。首先准备200克在路上捡来的红豆，把红豆倒入碗中，先把坏掉的有虫眼挑出来，空壳的也挑出来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影响口感。全部挑好后，倒入清水没过红豆，把红豆给它清洗干净，洗去上面的灰尘和杂物。在挑选红豆时，要选择饱满、均匀、色泽鲜艳的红豆，这样煮出来的口感会更好。洗净后，我们控水捞出，放入另一个碗中，倒入清水，把它浸泡1个晚上，这样在蒸的时候更容易蒸熟。看看，这是浸泡了1个晚上的红豆，每一颗都吸足了水分，变得胖乎乎的，口感变得更加柔软。给它捞出来，控干水分，放入另外一碗中，倒入清水，再清洗一遍。浸泡过的红豆必须要清洗，这样红豆的味道会更加的纯正好吃。洗好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蒸锅，锅里倒入清水，把蒸屉直接放上来，再把洗好红豆倒入蒸屉里，用铲子把它铺平整。铺平整后盖上盖子，把它蒸20分钟左右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几个红枣和1把葡萄干，把它们放入碗中，加入1勺面粉，再加入1勺盐，加入少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然后下手把它们抓拌均匀。盐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好处，而面粉有很好的吸附性，可以把红枣和葡萄干的褶皱上面的脏东西更好的清洗出来。多抓拌一下。现在再加入清水，然后再用手轻轻搓洗，把表面的脏东西搓洗干净。然后控水捞出，放入另一个碗中，再倒入清水，它清洗干净。这样清洗过的红枣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。然后控水捞出放菜板上，我们可以用剪子把大枣剪成小块，然后顺便去除大枣的枣核。大家也可以用1根酸奶吸管把枣核去掉，不过我觉得用剪子剪掉会更加的方便快捷一些，剪成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剪得太碎了。全部剪好之后，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需要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加的好吃。
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20分钟后打开盖子看看，这个时候的红豆就已经蒸熟了，用手能够轻易捏碎的程度就很好，不要蒸得太过于软烂了，不然不容易成型。蒸熟的红豆盛出来放入大碗中，现在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白糖，用筷子搅拌开，使白糖和红豆均匀的混合在一起，这样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然后再往里边加入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，再加入200克的糯米粉，把它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每一颗红豆都能够均匀地裹上糯米粉，然后再倒入80毫升的牛奶，少量多次的加，直到搅拌至每一颗红豆里都能够粘合在一起就可以。就像这样的状态，我们再下手把它揉一揉，刚开始揉会有一点点干，多揉一会就好了。揉成一个软硬度适中、不粘手的面团，揉成这样就可以。然后取一小坨红豆糯米粉面团出来，先用手捏一下，捏得紧实一点，然后再放到掌心，给它搓成圆，再按压成一个小饼的形状，像这样就行。依次把其他的全部做好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清水，把蒸屉里放进来，再把它摆入蒸笼里面。摆好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以后转中火蒸15分钟，再准备2个试炼的公鸡蛋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时间到后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呀！把它一个一个的放入盘中。浓浓的红豆香味伴随着牛奶的香味扑鼻而来，色泽诱人，看着软软糯糯的，很是有食欲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直接吃了，吃着软糯弹牙，每吃一口都能吃到红豆，非常的好吃，软糯 Q 弹，再搭配红枣葡萄干，口感香甜解腻，而且红豆糯米营养丰富。如果一次性吃不完的，给它放凉之后，把它用保鲜袋包裹起来，放入冰箱冷冻起来，放半年都不会坏。如果喜欢吃焦香的朋友，可以给它煎香来吃，一次性都可以吃上好几个，吃起来特别的好吃。这种糯叽叽的点心很适合天冷的时候吃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